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都说民以食为天，但有的人选择不吃晚餐，觉得能够减肥，有利健康；有的人总是太忙碌，晚餐吃得有点晚，或者干脆忽略掉了。你重视自己的晚餐吗？和早餐、午餐比，很多人觉得晚餐并没有多么重要。不过晚餐真的会影响寿命，因为不少疾病都与晚餐有关。道教孙思邈曾经说过，夜饭饱，损日之寿，晚餐有鬼食之称。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不乏道理。晚餐吃得不好，容易引起非常多的疾病，给身体埋下无数的炸弹。因此，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，吃好晚餐同样重要。故晚餐以少食为养生之道。古人只吃2顿饭，不吃晚饭。在《墨子札首》上记载，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，第一顿称朝食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；第二顿称飧或食，在申时下午10点左右进餐。对于进餐时间，古人讲不时不食，意思就是在不应该进餐的时间用餐，被称为是一种越礼的行为，或者特别的犒赏。中医和道教都说过午不食，所谓午就是中午11点到13点，过了13点就不能再吃饭了。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1418年，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胡广死了，享年只有37岁。胡广是一个文人，其特点是守口如瓶。朱棣与他商量事，他是绝对不会泄露的，因此朱棣很喜欢他。但是朱棣也很讨厌他，因为胡广喜欢吃晚饭。在古代，一个人如果吃晚饭，就会被认为是放荡。但胡广说自己长期有病，身体十分的虚弱，一顿饭吃不多，因此必须多吃几次饭。朱棣也就原谅了他。胡广当上了翰林之后，才开始吃晚饭。诚如他自己所说，他长期的有病，身体十分的虚弱，一顿饭吃不多，因此要吃晚饭，而且晚饭非常的丰盛。然而胡广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吃晚餐而强壮起来，反而毛病越来越多，于是37岁就吃死了。古人的过午不食，并不是让大家真的不吃晚餐，毕竟现代人入睡时间明显的晚于古代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。现在不能照搬，但是提倡大家晚餐要少吃一点，晚餐吃不对会影响健康和寿命。晚餐不宜太过的丰盛，中医认为石膏都是吃出来的。要是你本身或者是亲人朋友患有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、高尿酸等的疾病，每每到医院检查，都会听主治医生继续的絮叨吧。平时要吃清淡点呀，怎么和你说了，你还是不忌口呀？你都是吃出来的。医生说的没错，其实得了这些病都是因为未消化完全或者是转化的物质。为什么现在人身体消化转化不了？一是吃得多了，二是脾胃功能弱了。脾胃功能的下降，则是由于长期的饮食不减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饮食治备，肠胃乃伤。不说大饱伤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一，胃肠怕堵不怕饿，2一2更健康。曾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曾谈到饮食对他的疾病的影响的时候，他很肯定地说，我已经很注意了，中餐和早餐都吃得很少，就晚餐吃饱了一些。但他想错了，也吃错了。医生告诉他，人体晚上消化机能最差，阳气都收敛潜藏起来，吃的营养越丰富，越转化不了，剩下的就是垃圾，反而容易导致疾病。2，一日3餐，晚餐要吃最少才是养生之道。患者仍然担心说，我身体虚弱，晚餐那一顿一定要吃饱。都说马无夜草不肥，如果我晚上不吃饱，半夜就会饿醒。其实哪会呢？记住，我们的胃肠怕堵不怕饿，半饥半饱，
人体轻快精神，吃得肚子鼓鼓的，反而疲劳没劲儿。营养不是越多越好，恰到好处曼妙，就好比耕田种地一样，肥料要淡淡的恰到好处，稍微过浓一点，反而还会把植物的根给烧掉了。所以古人说过犹不及，我们吃饭宁留3分饥，也不10成饱啊。3. 夜饭饱，损一日之寿。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上面的那位糖尿病患者把晚餐减成半饱，结果最大的受益就是以前老容易心慌，把饭量减半后，心就不慌了。可见心慌未必尽是气血不足，对当代人来说，更多的是饮食过度、胆味不降、堵在中间造成的心慌。其实只要管住嘴，保持半饱的状态，使6腑保持空灵，5脏没有压力，心就不慌了。中医的经络理论中，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小肠化食物的能量来源于心脏，小肠脉不通会加重心脏的负担，所以对于心的功能不够强大的人来说，饮食非但不能大补特补，还要吃得少量，要注意节制，不能让小肠有拥挤阻塞。老人尤其是这样，老人多数心的功能有所降低，胃肠动力也不够，吃得过多，心与小肠都受损。不可不见，很多老人都是在大饱后去世的。特别是晚餐吃饱吃撑，就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去世的。药王孙思邈的那句夜饭饱，损一日之寿，就是说晚上吃撑了一顿，就是在减损一日的寿命。所以晚餐应以少食为养生之道。2. 10种病都是与晚餐吃太多有关。1. 高血压。晚餐内容若偏荤食，加上睡眠时的血流速度减缓，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进而就会引起小动脉收缩，使外周血管阻力增高，使血压突然的上升，也加速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。2. 脂肪肝。晚餐若吃太好，吃太饱，血糖和脂肪酸的浓度会加速脂肪的合成，加上晚间的活动量小，也加速了脂肪的转化，极易形成脂肪肝。3. 老年痴呆。若长期晚餐吃太饱，睡眠时胃肠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的器官仍在运作中，使脑部不能休息，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，进而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，加速脑细胞老化。据统计，青壮年时经常饱餐，老年后有 20% 以上的几率会罹患老年痴呆症。4. 急性胰腺炎。暴饮暴食加上饮酒，极易诱发急性胰腺炎，严重者甚至在睡眠中休克猝死。5. 冠心病。晚餐的饮食若是偏向高脂肪高热量，就可引起胆固醇增高，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。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另一个主因是钙质沉积在血管壁内，因此晚餐的丰盛美食、饱食以及过迟的吃晚餐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6. 糖尿病。长期晚餐过饱，经常的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，很容易就会造成胰岛负担加重，加速老化，进而诱发糖尿病。肥胖也会引发糖尿病。7. 肠癌。晚餐若吃过饱，蛋白质食物无法完全的被消化，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有毒物质，加上活动量小，进入睡眠状态中，使得肠壁蠕动缓慢，延长了有毒物质停留在肠道内的时间，增加了肠癌发生的风险。8. 尿路结石。人体排钙尖峰之期在晚餐后的4-5个小时，若晚餐吃得太晚，当排钙的尖峰期到来的时候，通常已经进入到睡眠中，于是尿路潴留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，致使尿中的钙不断的增加，很容易就会沉积下来，形成结晶体，长期的积累就会容易形成结石。9. 肥胖。据统计，90%的肥胖者源于晚餐吃得太好，吃得太多，加之晚上的活动量少，能量消耗低，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大量的合成脂肪，
日积月累，肥胖也就形成了。生活中不少正在进行节食减肥的朋友，忽略了晚餐的重要性，不吃早中餐，晚上却大吃一顿，以致身体越减越肥。10. 高血脂症。晚餐若采用高蛋白、高油脂、高热量的进食方式，会刺激肝脏制造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，从而形成血脂症。3. 晚餐该如何吃才健康？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：早餐吃得像皇帝，午餐吃得像大臣，晚餐吃得像乞丐，就是告诉大家要合理的分配吃饭的比例。根据中国营养膳食指南，一天3餐摄入量比例最好是3-4-3原则，即早餐占3成，午餐占4成，晚餐占3成。健康晚餐要记住4个要素。1. 晚餐要在下午5点到7点间吃。按照古人的说法，一般日落后就不吃东西了，但考虑到现代人生活作息时间，推荐人们在晚上5点到7点间吃晚餐，并尽量的保持规律。即使加班不能保证每顿都能按时吃饭，也最好在这段时间段吃一些健康的零食、水果。2. 晚餐要查缺补漏。吃晚餐前回想一下早餐和午餐都吃了些什么，在晚上再把缺的营养都补上。比如说没吃足500克的蔬菜，晚餐就该吃一大盘的青菜。如果前2顿没吃粗粮，那么晚上就来顿杂粮粥。如果没吃豆制品，晚上就该来个豆腐，补足前2顿缺了的食物，晚餐才能为全天的营养找到平衡。2. 晚餐要注意粗细搭配。很多人知道晚餐要吃的清淡一些，但清淡不是不能吃肉，而是不能太浓汁厚味，适当吃些肌纤维短、好消化的海产品，瘦肉、蛋类等都可以。注意粗细搭配，多吃些蔬菜和粗粮，少吃肥肉，从而增加了胃肠的动力，有助于消化。4. 在外应酬时管住嘴。在外应酬时要把握好自己的饭量。在国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应酬聚餐安排在中午，晚上回家吃饭，这不仅有利于维系家人之间的感情，更对健康有利，值得提倡。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，吃好晚餐同样重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